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上线收看彼岸文化出品的第70期，由主讲人朱慧良带来的主题讲座之台北故宫的前世今生。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赵佩瑶。每一次呢，我们的讲座都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所以佩瑶先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彼岸文化。彼岸文化从2020年6月开始，在线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讲座。主创团队一直秉承着用原创的视角和精心打磨的内容，将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研究领域以及博物馆界的影响，以一种多元化的形式向大家展现出来。在纪念张爱玲100周年的系列讲座当中，以美国南加州大学珍藏的张爱玲遗物展为切入，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际著名电影演员陈冲和 UCLA 大学中国电影文化研究专家 Michael Berry 白瑞文教授，进行了一次关于张爱玲作品在影视化当中的探讨。前不久，我们携手伦敦大英博物馆，共同揭开了筹备5年的大型特展《晚清百态》背后的故事。这也是全球首个涵盖了整个19世纪中国的大型特展。它以近代人物的故事来展现当时中国非凡的韧性和创造力。在2024年3月28号的凌晨1点钟，台湾知名作家学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周岁。在去年的5月份，彼岸携手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晶为粉丝们讲述了齐邦媛的故事。齐邦媛在他80岁的时候写作完成了《巨流河》，以其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的崖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100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变迁。李菁曾在2012年对于齐邦媛进行了专访，而在专访当中也是记录了齐邦媛的手书。在彼岸的讲座当中，李菁也就从7大主题带领我们的粉丝们走进了齐邦媛和他的巨流河。除此之外呢，有这么多线上的公益讲座之外，我们在线下也推出了不少的精彩活动。如果您是陶艺爱好者的话，那么马上呢有一个陶艺艺术史课，推荐在洛杉矶热爱陶瓷艺术的你。短短的6个小时，却是能够启发你的终身思考。本次呢，我们的课程亮点是从陶器的起源到瓷器的巅峰，我们将以陶瓷发展史为主线，全面解析它的艺术和文化内涵，探索从古到今陶瓷在工艺、审美和文化进程当中的深远意义。同时呢，我们的讲师还会带您走进洛杉矶的顶尖博物馆，实地感受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我们的授课专家是左正尧老师，他也是广州美术学院资深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瓷协会的会员。左老师也是以独到的见解、丰富的学术积累和生动的授课风格，深受学生们的喜爱。那么，在这一次的线下陶瓷课程当中，他也将会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大家呈现陶瓷艺术的全景图。欢迎大家添加微信 BACLAA 来详情询问我们的相关内容。同时呢，我们之后的活动信息也会在彼岸文化的文化群中进行公布。好，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正式进入到本次的讲座环节。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于北平之后，随即就遭到了8年的抗日战争，院藏文物南迁复西运至大后方四川省。而后呢，因为国共战事，在1948年再将精华的文物东移台湾，致使故宫博物院原有的院藏文物目前分别存放于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而两院呢，都是以历代的宫廷收藏为主的博物馆。本次的讲座就会以台北故宫的前世今生为主轴，辅以讲者今年出版的《中华文化之美》以及繁体版的书籍《文化的记忆：穿越5000年，体验中华生活之美》的新书简介。讲述内容将会分为5大部分，第一是历代的宫廷收藏概况，第2点为北平的故宫博物院，第3点为故宫文物之南迁、西运和东移，第4点为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第五点就是我们的简体版本《中华文化之美》书籍，以及繁体版本《文化的记忆：穿越5000年，体验中华生活文化之美》的相关简介。本期的主讲人朱慧良老师，1950年出生于台湾南投，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研究所博士。1977年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工作，负责研究策展、演讲与论文发表。在2011年自故宫退休之后，专心致力于中国艺术史以及文化史的研究。在讲座当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chat box 里评论和提问，而稍后呢，我们也是会汇总大家的信息，在 Q&A 环节和嘉宾直接进行交流。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慧良老师为我们开讲。现在都可以看到了啊。特别好。好，主持人，各位彼岸文化讲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慧良。在进入主题之前，先跟大家说，刚刚大家已经看过的就是齐邦媛老师的介绍。其实我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就是齐邦媛老师的学生啊。那时候他这个身教言教给我启发很大。尤其他是一个很爽朗的人总之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我毕业之后也经常约老师吃饭等等啊，所以他一个性情中人，是我老师中最值得敬佩的一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讲座，台北故宫的前世今生。刚刚这个大纲主持人介绍了啊，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讲起，也就是整个中国文物的历代收藏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历代收藏的状况，宫廷收藏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先秦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宗庙的陈列。稍等，我把这边的稍微关一下哈，已经有了这个宗庙陈列的一些文物。跟祭祀用的一些这些展示啊，但是呢，但是这个不是开放给民众的。那么从先秦一直到了清朝末年，整个中国的这个皇室、祖庙啊等等，乃至孔庙，他们都有收藏文物的习惯，也有一个固定的摆的地方，但是不公开展示。那这个艺术品呢，其实一直到了西汉呢，才被视为就是说展示之后，不是，就是说自己在家里有这个陈列。但是呢，他们把它真正文物当做艺术品看的话，是在西汉的时候。那么至于这些文物，它有的比较好的详细的记录呢，是在5世纪的南朝才有详细的记录。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殷墟发掘，还有在故宫博物院藏的最有名的中州钟这个铜器啊，也欢迎大家到博物院来看。那才是在博物馆之前，其实呢，中国是对于文献很重视的，所以文献的保存呢，是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皇家的藏书制度。那么最早的时候的皇家图书馆，我们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但是从汉代的这个墓室的专科画像里头可以看到当时的建筑啊，当时的建筑已经有楼房高楼啊。那么这些建筑呢，可以想象以前的这个图书馆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是汉未央宫的遗址。未央宫遗址呢，它现在是在陕西西安市那边长安故城内。当时的这个图书馆呢，就叫做石渠阁跟天禄阁还有麒麟阁啊，这些收藏档案图书的地方。那么石渠阁是因为它下面这个瓦当是石渠千秋，也就是石渠阁，虽然现在没有了，但是它当时的建筑构件还考古发现了啊。因为为什么叫石渠阁，就是它下面是用石头砌成一个沟渠，里头装了水，这样子呢就来防火，而且护卫整个的图书收藏。那么这个西汉末年这个就
石渠阁就已经毁掉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对于刚刚提到的，对于书画的收藏呢，是从汉代，因为他们汉代已经把书法这个画还没有成熟，对于书法呢，他们都开始收藏，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些书法大家的字实在太好看了，比如说是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他的书法，但是呢，记载知道西汉的游侠传有一个叫陈遵的这一位书家，非常的高容貌雄伟，但是他除了这个善书之外，他的文辞也非常好，所以他写的书信呢都会被人家收藏。有的呢收藏了还放了怀里，就不肯怕被人家拿走啊。所以在南朝的时候，南朝开始记录了以前代的这个艺术家、书法家，就讲的陈遵呢，说他善篆隶，美书一作皆精，就是说他一写，大家就惊呼哇，怎么写的那么好啊？所以他的外号叫陈清作。那么陈清作呢，这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西汉的时候，书法已经被视为艺术品。好的书法作品会被收藏起来，那这就是收藏的开始啊。当然，我们在那个画面上看到呢，是现存可以看到的有一些碑刻的拓片，这个是遗音碑，还有曹全碑啊等等的。一直到了东晋呢，书画艺术是蓬勃的发展，而且书法也是楷行草画的山水人物都已经开始被收藏起来。那么最有名当然就是二王了，王羲之还有这个画就是顾恺之陆探微等等。所以当时的皇家收藏了非常多的晋以前跟晋的书画。一直发展到了南朝的时候，整个的晋的内府收藏呢已经散失，因为经过了战乱。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王羲之的丧乱帖，以及王献之的中秋帖。丧乱帖现在在日本，中秋帖现在是在北京这些收藏的王羲之等等这些有名的书家的收藏呢，传到了宋朝传到了南朝的宋所以在南朝宋的一个论书表的这个注录里头，他们记载的就是说，当时收了王羲之父子书法有77卷，还有汉末魏的书家叫钟繇，钟繇的书只剩是数字了，就是697个字，当然还有草圣张芝的字，也只有4000多字。那在南朝，因为很珍惜这些书籍所以就把它重新装裱，然后把它补接拜字，还最重要，他们分出了好坏来。那么在好坏它裱成一卷的时候，他会把啊、第一卷中就是好的在中间，接的呢就是不好的啊，接的我这边我可以跟大家念一下好了。就是他们记录，就是说，人之观书，必锐于开卷，懈怠于将半，继而略尽，次于中品，赏阅流连不绝中卷。也就是说，最好的放前面，最不好的放在第二部分，然后呢，中间的放在最后，所以这样大家看起来就会不会说哎呀这个不好看，然后等等的就是有对于观众的心理还有很大的很深入的揣摩。而在南朝的时候呢，其受禅一宋南朝其实都是禅让的所以没有什么战火，所以这些文物的收藏呢，也一代传一代在南朝，他们已经把书画呢作为一个优劣评定甲乙的这种的一个记录。那梁朝呢，它更是因为梁元帝他是自己会画画，所以他就收藏的是超过了前朝。在陈呢，就是这位是陈文帝陈文帝他呢也是喜欢这些文物艺术品，所以他就大量的收藏民间从民间来收藏，所以到了南朝末年的时候的已经恢复旧观可是呢又经过了战乱，那么隋文帝呢杨坚他灭陈了之后，得到了陈内府的800多卷的这个书画，他就全部收入了这个内府的收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他也非常重视这个古籍传承跟文物保护，他呢就是炀帝继位之后，他就密阁里头的书，他收藏的书还叫他的这个陈公门把它做了 copy 然后再分为3等来建这个收藏的，就是等于现代讲就是博物馆了。所以隋炀帝的时候建的一个叫做妙楷台，一个叫宝鸡台。
分别储藏书法跟绘画。另外还有这些佛经、道经的这一些收藏啊。那么这些收藏呢，也都把它记载下来，叫做《古今艺术图》50卷，现在已经没有了。南朝以后呢，宫廷收藏，南朝当时他们收的东西呢，只有鉴定人的签名啊，因为收到皇室，皇帝就会让这些专家们来看看这个作品它的好坏、优劣，甚至真伪啊，所以这些作品上呢，他们会有签名。我们可以看到，在梁内府呢就有这个唐怀聪啊，在这里，这是怀聪的签名。然后呢，还有徐生前这边切掉，因为后代在重表的时候这个被切掉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隋的时候，内府有姚察、诸葛颖、柳固言，还有一位和尚释之果，这些都是皇家的专门的鉴定的专家，由他们鉴定了，他们就会把年月日写的，就是他等于背书了这个东西。那这一件作品呢，是在台北故宫藏的《平安和如凤举帖》啊，非常珍贵。我们是一个现展的，它大概4年才会展一次，展了之后要休息4年呢。所以这些这个西式的珍品呢，上面都有这些南朝的时候的到隋的这一些鉴赏家。皇室的收藏上面，因为有这些鉴赏的这些签名，我们确定它的年代是在南朝以来，南朝最早可以上溯到南朝啊。那么到隋朝呢，因为隋炀帝他巡幸江都的时候，很多文物就是在这个翻船了，就遭遇水厄，所以呢，到了唐初，书画收藏只有300多卷了。那唐太宗呢，他也是非常的努力的在民间收藏，其中以王羲之的墨迹最多。当然，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就是知名的神龙兰亭，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那王羲之的典故非常多，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多介绍。当然有一个，因为这幅画在我们台北故宫，所以呢，因为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他身故之后，后来就是在他的后代一直传到唐朝时候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那唐太宗因为很喜欢王羲之的字，所以他就让他的这个一个大臣叫做萧绎呢，萧绎听说是在王羲之后代的这个辩才和尚的手上，所以他就千里迢迢呢就请命去跟辩才去，等于我们叫萧绎传兰亭，就是萧绎这个臣子呢，他去把辩才手上的《兰亭序》给骗到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非常有意思。那这边呢，这一幅画呢，就是《萧绎传兰亭图》，因为这个故事太有意思，牵涉到王羲之这个大家，所以历代来就把它当做一个绘画的主题。这就是辩才和尚，还有这个是萧绎啊。那今天这个故事也不细讲，大家可以上去看看。萧绎这个就是他因为已经骗到了这个《兰亭序》，所以非常的洋洋得意。那辩才老和尚呢，吃亏了，就张口结舌、失魂落魄的样子。那这边也有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在煮茶的、备茶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在唐代，因为宫廷收藏呢非常丰富，所以也做了记录，叫做《贞观公司画史》，还有《法术要录》《古籍记》等等。但是唐朝也是因为安禄山之乱，就是安史之乱呢，又是战火，然后再经过了5代10国的割据，所以在皇室的收藏里头，很多也就散落到民间去了。一直到了宋赵匡胤，他一统天下之后，才把散落各地的100余年的珍品文物呢集中收藏的开封。而在北宋到了徽宗的时候呢，内户的这个收藏书画已经将近1万这个件，有些到现在还就是有些非常少数流传到现在，在台北故宫就有不少啊。那这一件就是王献之的《中秋帖》。那我们看《中秋帖》呢，它其实它是一个后代的一个勾模的双钩的摹本啊。那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在宋代的皇室收藏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位皇帝就是宋徽宗了。因为宋徽宗本人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鉴赏家、书法家，所以他即位之后一直大力的在搜罗历代的这个书画他自己还亲自加以品造，并且编了是《宣和画谱》跟《宣和书谱》。在《宣和画谱》里头就有
有20卷，有231家6000多幅的作品。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宣和博古图呢，就是把商代到唐代的青铜器800多件也收在皇家的这个收藏之中。那么在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直流传至今的，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也是一画好就是徽宗收的皇室的这个收藏里面。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到了南宋呢，因为你也是经过战乱，宋金之间的大战之后，南宋偏安的临安，也是失去了非常多的皇室收藏。最后呢，他们还是尽力的，当时是在南北之间的叫榷场，他们也收了很多回来，就编了一个叫《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录》里头记载，到南宋只剩法书200多轴，名画只有1200多轴册，所以看看这损失非常大啊，大为逊色，跟北宋比起来，这个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平安何如凤举帖。要跟大家讲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姚茶梁的这个唐怀松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有呢，就是宣和印，宣和印就是宋徽宗的印。那另外呢，还有绍兴印。所以看到这一幅文物，这一幅书法就可以看到它从南朝到隋到北宋到南宋这个收藏的这个等于记录这些题名跟收藏印，可以证明了这一卷这一幅字集它整个的发展来龙去脉。到了金的时候呢，因为金灭了北宋嘛，他也把北宋的这些内廷的收藏就收入内府当中。金章宗这一位皇帝他也非常喜爱书法的，所以呢，他就把宋内府的收藏呢，在整个的换了装裱上面再盖了像这个明昌这个御览、明昌御玺、明昌宝万、明昌宝惠御府、秘府，还有群御中秘在这儿这个呢，就是金章宗收藏的收藏印，他把它盖在这里，就也知道这一件远换帖这件是经过了金代的收藏。到了元朝呢，当然元的入主中原，他们对汉文化艺术嘛，慢慢产生兴趣，所以元代是元文宗，他非常喜欢书画，所以他在建了一个叫奎章阁，奎章阁的收藏里头都会盖什么天力之宝，在这天力之宝当然还是神品上，这个是五代南唐赵干的《江行初雪图》，现在也在台北的故宫。那元代的收藏基本上会盖天力之宝，还有奎昌阁印记。到了明朝的时候，因为朱元璋那个时候是定都在金陵嘛，南京，所以他就把从从这个收藏所有的内府的东西呢，他就由这个太监来监管文物，并且在书画的右下角会带一个这个典礼稽查司印就是这块印。我们是在收藏的，在艺术史学界，我们就称为私印半印，因为这个典礼稽查司印呢，它一半是盖在作品上，另外一半是盖在他们的著录、他们的等于他们的册子上这个名册上面。这一幅是米芾的紫金砚帖现在可以看到明朝的文物呢，它逐渐也增多，但是已经比不得北宋时候的那个盛况。那么到了清朝，当然清朝它继承了整个前朝的宫廷收藏，各种的宫廷收藏，也下令呢在民间收集，然后臣子也会进献，甚至有一些贪污的官吏呢，他们也就是家里的收藏全部都没收所以这些多种的这种多元收藏途径，让清代的宫廷收藏不管是质量规模都是历代之冠。那么清宫的旧藏介于北宋内府书画目录的，像我刚刚提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清宫里头就有19件。那还有就是目录里头没有记载的，但是有盖上北宋皇室印玺的有22件，盖南宋皇室印玺的有17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如何解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到了清末呢，就是又是战火来了，战争来了。因为我们知道清末呢外患频仍尤其是八国联军等等的一来入侵中国，抢走了我们的这个文物
很多就流失，不仅是在中国民间流失，还被这些士兵们带到国外去。我们现在在欧美，各个大博物馆看到的中国的一些文物，基本上都是清朝末年，大部分是由他们抢到外国去，然后在各国的博物馆收藏起来。现在我们进行的就是给大家讲讲我们中国宫廷收藏，就是皇室收藏，它经历了7大劫难，所以它本来很多的艺术品，但是呢，经过了这7次劫难之后呢，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以前的这些很珍贵，尤其年代久远的南朝的啦这些，我讲的是书画，当然器物铜器可以远溯到了商代了。书画来讲呢，它7大劫难是这7个，我分别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次的劫难是在南朝梁元帝萧绎的时候，他呢因为西魏的余景来攻南朝嘛，这个梁，所以呢他一看不对劲了，这个皇帝呢萧绎他居然要把这个14万卷的书画呢，他要把它烧掉，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他兵败了嘛，那这些东西落入这个西魏手里，所以他把它烧了，然后自己还想投火自焚。这些臣子们当然把他劝阻之后，他投降了。可惜的就是这14万卷书画呢，余景只能捡出来，还有4000多件没有被烧掉的，就运到长安去了啊。那么这个梁元帝的还很可恶，他说呢，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因为他们当时是把这些东西不是公众财啊，他把它当做是自己个人的财物文物，所以他觉得我要说烧就烧，他并没有说这个是应该是大家天下的公有财产，所以他至死都不认为说他烧掉了14万卷的书画典籍是有错的，反而说他是读书太多了，还没有办法保护这些，干脆把它烧掉吧。那么最后呢，颜之推就北朝的颜之推呢，他侯景之乱的时候被俘了。他对于梁元帝的这个行为呢，他有一个评语，他说：“民100万而求鲁，数千两而燕阳，普天之下，斯文尽丧。”所以他把梁元帝骂的这个很厉害啊。所以这个确实，如果在中国文化史上，萧绎的这一个大量的焚毁历代的这个书画典籍啊，是整个文化浩劫，可以我们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罪人。第二次劫难呢，是在隋炀帝杨广的时候，因为隋炀帝他要临幸这个从洛阳要到他的这个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叫做东都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收藏呢，就是往江都去的时候，就在运河上，没想到中间翻船了，翻船之后书画大部分都掉到水里头，烟就损坏了，不见了，所以这又是我们法书名画遭遇的一次厄运啊。这个是杨广的画像，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对不起，这些帝王画像是在波士顿美术馆啊。那之后呢，隋炀帝他就是在扬州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就我们知道隋朝很短的时间，在炀帝的手上就没了嘛，所以他当时预感这个末日要来了，他还在照镜子的时候跟他的皇后说，跟那个臣子说，好头颈，谁当着之啊？这都有自知之明的啊。那么第三次劫难是在唐高祖的时候，高祖那时候还没，就是说还在平乱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统一，所以还有一些在地方上的一些势力。这个他就命令儿子李世民呢，就把他在这个战争中收来的这些图书古籍呢，也是用船要把它西运到长安。结果没想到这个船到了砥柱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水流的湍急啊，所以都被漂没，所存者十不一二。所以看到我们刚刚叙述的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头，官藏的这个书画呢，几乎都损失殆尽，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真迹。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根据唐代张彦远的书法要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唐的时候，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还有465件，现在呢，王羲之的真迹是一件都没有了。幸好唐太宗那时候有命令
这些大臣四个这个欧阳询啊、褚遂南啊这些，他们来把王羲之的《兰亭序》等等名迹真迹把它做了临本跟摹本。当然还有之前隋代早一点的，也是对于二王以及一些有名的这些古代书家的这个书籍都做了临摹本，这才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这些所谓的二王的这个临本或摹本，以及其他书家早期书家的这些临摹本。那么当然在法帖头也看到很多那第四次劫难呢，我们看到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唐明皇他因为安史之乱嘛，安禄山一起兵了之后，这个长安里头皇宫的珍藏，不是被抢的，就是被烧所以在法书要里头，我们看到他唐太宗当时购求二王书呢，王羲之有3000纸，然后安史之乱之后，王羲之的真迹全部消失了。所以现在我刚刚提到，所有的王羲之的墨宝，就是墨迹像上面这一件，诸如此类，只要是王羲之的墨迹，都是临摹本，不是真迹。第五次的劫难呢，是在清文宗咸丰年间，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已经，欧美诸国呢就觊觎看着中国这块大肥肉，就想说这么大的这一个土地上有很多的宝贝，他们就来引起战争了。那英法联军他攻占北京的时候，他烧毁了圆明园。圆明园真是可惜当时用了多少的这个力气然后仿的西式建筑，整个一下就毁了。所以现在我们到北京去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址，为什么？因为要大家记得，这是当年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留下来的残迹大火3日不灭。所以圆明园跟附近的这些园林呢、畅春园等等，全被烧成废墟了。而且呢，这个宫中很多300多名太监、宫女、工匠全部葬身火海。那么圆明园因为是清代皇帝的别宫嘛，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奇珍异宝。那我们是看到侵略者他的野蛮呢、劫掠，大量的瑰宝珍玩就从此流落国外，这是现在的圆明园的景象。里头很有名的就是总共大概150万件的这些文物流失到了国外。现在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这个女史箴图呢，就是这次被劫掠的一个文物之一。第六次劫难可以看到，就是英法联军之后的八国联军，也就是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借口来镇压义和团呢，又来了。这次是堂而皇之的进入了紫禁城，抢了皇室的财宝跟收藏，并且呢，从这个紫禁城到颐和园、山海坛庙等等陵寝、皇宫府邸，还各衙门部署，甚至到民居商店全部都被一抢而光。在记载头讲说，宫中已损失过半，山海银台文物的珍品荡然无存，紫光阁内书籍狼藉满地可以看到这一次劫难是紫禁城宫中的收藏品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流失。那这样子的流失，我们可以看到还留下照片。那这一些八国联军呢，他们就干脆坐在龙椅上了，来这边耀武扬威的照了很多的照片。后来呢，就是辛丑条约签订了，付出了巨大的赔款。那这个辛丑条约，当然这个被抢走的这些文物你也留不回来。那目前呢是一直，我们中国方面呢一直在各个地方就是看看对于这个被收藏的欧美日等的这些我们自己的祖宗留下来的文物是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可以取回，有些真的是还回来了最后一次劫难，第7次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逊帝溥仪，因为溥仪他1912年退位之后，他还是留在宫中居住，呃，那他在宫中居住当然需要花钱呢，那他手上钱也不多，所以他就干脆就把他这个宫中的这些收藏呢，就用赏赐的名义，或者是其他的送的名义呢，就让他的这个亲友臣子们就带出去了70几项盗运出去到天津他的私宅。据统计呢，从1923年，到了1923年，他已经你看看，他也字画至少1000多件呃，等等的这个收藏已经被偷带出去了。
再加上1923年这北京故宫的建福宫大火里头的这个损失的，除了书画，还有金铜佛等等的啊，古玩，还有善本书籍都被毁掉了。所以这次劫难呢是逊帝溥仪的时候。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从1912年到1924年是溥仪他慢慢的就是偷运出去的这些大量的珍藏流失去，那这些流失要变卖，所以很多也是由溥仪这边的出去的管道卖到了国外去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清朝灭亡之后，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民国2年呢，就在北京、天津的这些就是古玩市场出现大量的东北的避暑山庄啊等等的文物。当时社会各界啊就关注有识之士，就提出来说，我们应该把热河，就是现在就是叫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有这个沈阳故宫遗留的文物，全部都应该由国民政府来把它收购，来这个运到北京来，当时叫北平啊，运到北平来把它保存起来，而且展示给民众观看。所以到了9月呢，国民政府的内政部就申请呢，就是说仿法国罗浮宫的先例，把避暑山庄跟这个沈阳故宫的文物运到了紫禁城北京来，并且成立一个这个古物陈列所，这就是故宫的前身。古物陈列所是在191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时候收到的3000多余箱、23万余件的这些文物，以为基础成立的。那么到了1914年的2月，就开始在武英殿跟静思殿这边展示这些文物。当然没办法全部展了，但是呢，他们挑了这个精品之后来做展示，作为这个，而且呢是开放给当时的民众来参观。同时因为这么多的文物呢，又另外盖了宝运楼，这宝运楼现在在故宫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库房来储存这些文物啊。那么10月11号呢，就正式的古物陈列所正式的开放，这就是当年古物陈列所的照片。当时还有这个古物陈列所的游览指南，有一个地图，告诉他你要怎么进入等等啊。还这是门票，门票才1块3毛钱。当时的《申报》呢，他做一个报道呢，他说，就10月11日古物陈列所开始展出，下午2点呢，览者分级，所有车马俱停于内东西华门外，这边打错了，东西华门外啊。如果你们对故宫熟悉，就知道这就是在故宫中间的那2个门啊，东西华门外，中外人男女老幼联袂来观，各军人之给票验票，当时是由军人协助来做这个售票跟验票的工作，一如车站规则，并有寄存物品处，所以这是当时的记载啊。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导览图，每一个观众就可以凭这个导览图自己去自由参观。当时他们是从武英殿门进入，就是在西边这边啊，由左门入，然后右门出，东行看这个太和、中和、保和这3个殿，然后从这个东西华门出。当时所陈列的文物呢，美不胜收，然这只是1/5而已。每个礼拜一会换展，布置及军人照料皆秩序井然，至3殿则无草青阶，书行案壁。售票有2000多个观众去啊。可以看到，当时为了整理呢，就是只是把这个武英殿这边的展示的空间整理了。因为民国初年，所以呢，太和、中和、保和殿还没有时间，没有这个余力来做整理，所以这个3殿呢还是荒烟蔓草的，在这边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状况。除了举办展览之外呢，还成立了委员会来编辑收藏的目录啊，因为这是博物馆必定要做的，你的收藏要清册，要非常清楚有哪些文物，甚至把文物的细节都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呢，也做了这个书画或者文物等等的这些碑帖的一些拓片跟做明信片，一些图录
来让观众能够购买分享这些衍生的商品啊，让观众能够借由这些出版品呢来认识故宫的一些文物，也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这是当年的这个明信片。好，那古物陈列所其实是一个过渡的单位，真正要做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在1925年成立呢，必须要感谢一个人，叫做冯玉祥。当然，军阀我们一直没有太好印象，但是冯玉祥这位将军呢，他因为看溥心畬不是溥仪啊，他在这个紫禁城等于一直倒卖，这样子的文物都被流光了，所以他就发动了政变，将这个溥仪等于赶出去。原来是暂居宫禁的这个条例呢，改为即日移出禁宫。所以这么一个改了之后，溥仪就只好在民国13年就交出了他的皇帝之印还有这个是宣统之印，这个国玺交出来之后就西卷出宫了。出宫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溥仪他在逊位期间留在紫禁城的13年呢，整个赏赐、拍卖典押等等明偷暗盗的情况，我们刚刚讲出去了非常无数的这些文物呢，珍贵的文物，终于停止了。那这些就是在出宫的时候，这些军人在检查的一个状况。所以冯玉祥因为此举呢，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一个赞扬跟肯定。当然，收拾这么一个遗留下来这么多的这个宫殿建筑以及里头的文物等等，是一个很重的工作，所以就成立了清室的善后委员会。那善后委员会呢，第一个委员长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叫李时珍，就开始做清查了。清查当然就做登记各项的财产，暂为登记，以防以后的遗失。那么有些呢发还给溥仪，如果真的是他私人的东西的话，那这是善后委员会的这个合影啊，这就是故宫文物物品的检查报告。在14年就成立了博物馆的筹备会就仿故宫那个法国的罗浮宫，还有德国的皇宫博物馆，以他们为先例呢，就命名为明清皇宫留下来这些文物，我们成立的博物院叫做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期就是10月10号，那这是为了纪念推翻满清王朝、辛亥革命的纪念日，还有就是双十国庆。所以在民国14年呢10月10日下午2点钟，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广场举行了开幕的仪式。当时呢，上万的观众进来了，在北边的神武门搭了一个花牌楼，就是这个地方，神武门。这几个字，故宫博物院就是李时珍所写的啊。然后宫殿的入口呢，就还有故宫大幅的这个平面图，指示参观的路线。所以开幕当天呢，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就是古物陈列所之后，故宫博物院整理之后，辟为好几个宫殿，辟为展览室第一次公开的展览。那这些展览分门别类，有书法、绘画、器物，就是铜瓷、玉等等陈列于各个宫殿。那这是钟粹宫陈列的是书画的陈列室，这个是在景阳宫是瓷器的展览。当时呢，媒体报道很有意思，他说唯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细地，万头转动，游客不由自主移，且各现满意之色。盖3000年帝国宫禁一旦解放，安得不惊喜过是转身无穷之感也。真的很感叹，当时的民众居然能够有生之年看到了皇家内院以前看不到的这些珍贵的文物所以，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呢，当时其实军阀还有殉清遗老还有掣肘，就举步维艰，一直要到民国17年，国民政府接管了这个故宫，才制定了正式的法律跟组织条例，这样才能够完整的保护下来这一批清代遗留下来这个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就开始慢慢的上轨道，检查文物、编目录，还有修宫殿你那个北京的宫殿一直修到现在，每年都要大修的，这个是当年清点的一个状况然后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图书跟文献这一些的专门的这个委员会。
做审查鉴定，加强学术研究。展示空间也逐渐的扩增啊，把那个宫殿都整修出来作为展览空间。还成立了印刷所来出版就是各种的刊物专书，把故宫的文物知识能够普及到社会，以达到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教育推广的目的。这就是故宫周刊。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办园游会啊，那园游会跟茶话会就邀请中外的贵宾来进行古文化交流。那么这个整个历代的皇室的收藏、稀世珍品公开展示，然后中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的进出来观赏啊，这个是所谓的故宫照见，普天同庆啊。好，我们现在很快的进入，因为真是好景不长啊，才成立没几年，民国20年，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呢发动了侵华战争，强占了东北，那华北就告急了。所以当时故宫呢就准备，万一抵挡不住战火的话，这些文物一定要保护起来，因为是我们祖先好不容易经过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啊，能够传承到现在不容易，所以就开始做文物的精挑细选之后做打包啊，准备随时要南迁。一直到了1933年，民国22年，山海关被攻陷之后，平津震动，所以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当年的2月呢，故宫的文物总共打包了13491箱，里再连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等单位的6000多箱，总计这次文物南迁有将近2万箱的文物呢开始南运。往南用火车运到了上海租界的仓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运到上海的文物存户的文物清点手册，这个是南迁文物的木箱，现在在博物馆的库房还看得到。好，那么我们文物南迁呢，就是因为数量太大了，将近2万箱呢是不可能一次运的，所以分为南、中、北3路往西南迁运啊。第一路呢就是南路，南路呢就是因为为什么第一路它只有80个舔箱，但是这个是最珍贵的，因为当时呢，国民政府跟英国已经签好这个条约了，就是说这个合约要展示故宫的文物在伦敦去复展览，所以这个老早就已经精挑细选了80箱的文物精品，所以这个是最早能够很快而且保护的很好是铁箱。那么这80箱的文物呢，就用轮船呢先运到这个武汉汉口这边来，然后呢再到长沙、到桂林，最后呢是到安顺。在安顺那边本来要安家立业了，就是说这些就在这，就没想到日军节节的逼近，最后又从安顺的一路再运到了四川的巴县啊，这个是南路。第二个呢是中路，中路呢是由长江是水运啊，水运呢就是用长江这个紫色的可以看到一路的就运到乐山去，然后这个曾经在就先停在重庆，后来日军居然轰炸到重庆了，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重庆岸边的这个仓库上，又把它迁到了乐山。北路呢是7000多箱呢，是由火车运载往北，从南京呢往北，然后走陇海路，再西行，一直到了陕西的宝鸡，然后再以宝鸡呢再用卡车运到了汉中，汉中最后呢经过广元到成都，最后到了峨眉。所以我们看到，虽然3路的最后殊途同归，全部都在我们的大后方四川这边的几个地方，成都峨眉、乐山等等8县，这3个地方是南迁文物最后是在那边躲过了战火啊。那当然，这么久的时间啊，最后呢，这些文物呢是安然无恙的，因为在民国34年，日本宣布投降，就第2年开始，故宫就把存放在8县、峨眉、乐山的这些南迁文物，慢慢就集中到了重庆。这些文物经过了10余年的颠沛流离呢，终于能够毫发无伤的运到了南京。这
期间呢，因为这些护送文物的博物馆的前辈，他们都有做记录，所以后来出了非常多的回忆录。从这些回忆录整理知道呢，在这一个十几年的这个搬迁当中呢，只有6次的意外事故，损伤了5件文物，其他的近2万箱的国宝文物还有故宫的人员呢，其实当时的前辈就是把这些文物当作生命一样来捍卫，悉心的维护。所以在1947年毫发无伤到了南京。那这些回忆录现在坊间的书店都可以看到几十本呢，每一个护送文物的前辈，他们都有一些文艺录值得去参考、去回忆。所以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还东还这十几年间呢，每个地方呢都是故宫的博物馆员，还有当地的军人，还有当地的居民一起同心协力的来做这个维护啊。那虽然在搬迁当中，居然还在做展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跟英国都讲好了要展呢，所以1935年、24年，我们就是把那个80箱的那个文物呢，就是到伦敦的这个皇家艺术学院去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去做了展览。这是当时布展的情况。在我伦敦展览呢，14个礼拜呢，吸引了40几万的观众来，还办了多次的讲座啊，那引领这个观众们能够深入中国文化艺术的唐奥。这是中国文物呢第一次大规模的出国展览，这个展览呢也让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呢成功的传播到了欧洲。当时英国的官员很兴奋的说，有这个展览呢，可以更加的了解中国的灵魂了。那北平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跟大家介绍的，经过刚刚才上轨道，就经过了日本侵华，文物被迫的南迁西运，文物其实一直在战火的这个侵袭之下，一直是受到了专业妥善的保管。所以在这期间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伦敦的展览，也在英国，在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惯例，就是展出前跟回国之后都会有一个展览，等于向民众等于交代，告诉他们我们这些文物去了哪些文物去展，然后这些文物就是完璧归赵啊，毫发无损的又回来了啊，这些惯例一直到现在，也到了苏联去展，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然后后来也是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也是分别做出国展、这个回国展啊，做了10次，将近10次的展览。所以看到故宫博物院啊，这个北平故宫的这些同仁们非常的努力，在这个烽火之中，还是能够将故宫的文物发挥它宣扬中华文化跟文化交流以及教育推广这个功能。好，接下来我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也就是在2010年啊，在14年前，北京故宫发起的，我们在重走文物南迁路，这是第一站，我们就是北京故宫跟台北故宫，因为北京故宫后来原来叫北平故宫博物院嘛，后来就这个改名就叫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跟台北的故宫，再加上南京博物院，因为南京本来也属于故宫博物院的一支啊，叫他们当时的是这个筹备的时候叫做中央博物馆院。那中央博物院后来因为国共战争之后，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人员到了台湾去，所以后来留在南京呢，就是把这个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的这个体制呢，就整个的把它继承下来，然后重新叫做南京博物院。所以我们这3个博物馆的人呢，一起在2010年6月4号到18号呢，集中到了南京，然后呢就开始做我们前面看到的3条路的一个回顾，重走一遍。当然没有全程走了，因为时间有限，挑了重点走。这是南京的这个北站，当时就是文物都是运到了这里来。啊，这是我当年在这边给大家看，就是这个轨道，就是故宫文物运到南京之后呢，一直停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大的仓库可以给这些故宫文物存放，所以一直停在这个铁轨这边。后来就是跟上海协调，借用了上海外商银行的仓库，把这些文物搬到上海外商银行仓库之后呢。
南京他们同步的在修这个储藏的库房，所以最后南京的朝天宫库房修好了之后，才把这些文物又从上海运回来，放到南京啊。那这一次的旅行呢，我们去了朝天宫那边去看了，因为朝天宫的南京博物院的朝天宫库房里头还有2000余件当年南迁的这些文物没有送回北京的啊，这个还好在日本人轰炸南京的时候没有被炸掉，所以朝天宫还是完整无恙的这个保存在那里。我们第一站走的就是下关这个铁路的码头，因为当时是有这个铁路一直就是可以到河边，然后呢就上船运走啊，这就是当年中路的这个运送的车轨，现在也就废弃在那里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下关的铁路码头。然后中间我就不细讲了，我们一路呢就是到了乐山安谷这个地方啊。乐山安谷为什么提这里？就是有一个四川的乐山的一个长辈啊，他当年看到了这批文物到他的家乡，他那时候还小孩子。后来呢，这个王老先生呢，他后来是个体户做运输的，这个开了一个运输的公司，赚了钱，他就觉得说他们这个乐山的骄傲啊，就是故宫文物曾经来过乐山待了一阵子。所以呢，他就仿当时在乐山收藏这些故宫文物的几个家祠跟庙宇啊，把这个最大的这个家祠的样子呢，完全仿照，就盖了这么一个陈列馆，叫做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个三院的人要去考察重走文物南迁路，居然有这个王老先生呢，当时台海两岸就是说可以自由行嘛，所以他的这个乐山有一个也是长辈，他们来台湾旅游，这个王先生就托这个乐山的这个朋友到故宫来找我，就说知道我们要去，希望我们一定要去这边访问。他们的开幕式呢，也就等我们这个大队人马到了之后才举行开幕式啊，非常令人感动啊，这个王老先生。所以他呢，终于我们就大家一起促成了这个事。我们到最后呢，一路这个重走之后，最后是到乐山这边，就到了这个陈列馆。这个很特别，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呢，因为乐山的峨眉就是保护这些文物故宫文物的这个地方呢，诸祠庙啊等等是文物保存有功，所以政府特别颁了一个匾，叫做“公谋鲁弼”，就好像当年啊战国时代这个在这个把这个经典啊，把它藏到墙壁里头的这些鲁国的墙壁，这样子的一个功劳，非常大的功劳。所以这个匾呢，就颁赠给当时储存故宫文物的这些家祠跟寺庙啊。那这个匾呢，其实那么年久了，居然他们还可以找到，还可以居然拼出来，这是3块拼出来的。他们也特别在这个开幕式之后把它拿出来，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个历史。那这个是这个欧阳老师，那他也是当年的这个欧阳道达老先生他的子嗣。我们也请了当年护送文物的这些长辈们，他的后代来一起参加这一次的重走文物南迁路啊，这就是所有的。你看浩浩荡荡的30几个人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这个是北京故宫当时的副院长李文如，这个就是王老先生他呢真的是用一个人的力量，好像花了900多万人民币吧，把这个重新盖了这么一个史料馆。这个是庄林老师，他父亲就是庄严，庄严就是当时护送南路到这个安顺的这位我们的书画大家，我们台北故宫的副院长等等等就南京博物院的院长，这些都是3个地方3个院的同仁们啊，非常有纪念价值啊。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个重走文物南迁路呢，我院长就让我就是做一个专辑，就我们有文物月刊嘛，
就做了2010年第330期的文物月刊，就是温故知新，种种文物南迁录纪实的一个专辑。如果大家有兴趣，这是封面，可以去找来看看，里头是我们台北区的10个人，每个人都写了一篇，再加上我做会诊，做整个的整体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抗日战争之后，又是国共的这个部队冲突越来越厉害，就爆发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所以在民国37年呢，国共内战这个形势逆转啊，国民政府这个抵挡不住了，所以呢就决定呢挑选精品文物运到台湾。所以1948年年底呢，第一批文物呢，这是由海军的中鼎轮运运到台湾。第二年呢，第二批的文物和第三批的文物就是由招商局的海护轮跟海军的昆仑舰，总共3艘船把这个文物呢挑选过的文物从南京运到了台湾基隆，然后这一些漂洋过海的历代的皇室的珍宝呢就来了宝岛台湾。那么在民国38年呢，我们在台湾就成立了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啊，因为当时中央博物院的那个筹备组也在这儿，然后图书馆再加上故宫博物院的这些人员都来的台湾，没有全部，但是都几乎都在了，所以开始负责这个迁台文物的这些清点、抽查、编目、出版、展示等等工作。那么到了台湾的这些故宫文物呢，它一开始呢，是因为台北没有储存的地方，就往中部搬了，所以就1950年我们叫联合管理处联管处呢，就找到了台中的糖厂仓库在这里。你看，我们是在基隆这个上岸的嘛，然后这些文物呢，先到了台中的糖厂这里来，放到雾峰的北沟这边，再建立了库房，就是先在糖厂仓库主放文物，然后又在这雾峰这边就开始盖了新的库房，来确保安全。也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旁边的山洞呢，就是开凿山洞来储存，以作为备用之处。台中糖厂的仓库啊，后来又加盖了这个，美国也捐助加盖了展示室，这个是当时运文物，这个我们叫老牛，他是中央博物院一路随着文物来了台湾，然后在故宫博物院做了书画处的这个当时只能做到工友，因为他的这个学历没有办法到正式职员，但是他是非常的认真，而且因为一辈子看那么多文物，其实他也能够这个头头是道的讲述啊。这个可是他已经往生了，不过他的子女有些还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雾峰库房的北沟在1956年呢，由这个美国的亚洲基金会他捐助呢，就在北沟这边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室，只有4件。因为这个场地有限呢，所以每次只能展200多件。那就由当时还是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嘛，就是2院一起来配合选件，3个月换展一次，一直到了这个1957年，第二年呢就是正式对外开放，故宫文物就开始1957年正式对外展出。当时也是轰动啊，因为北沟这很偏僻的地方，并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从北沟火车站你要雇车或者是步行也要20-30分钟才能够到达这个陈列室。那到了陈列室之后，你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啊，所以呢，大家还是络绎不绝的来，第一个月就有2万多人来参观。我们蒋总统跟夫人也都来过，还有国外的很多学者都慕名而来。1953年呢，因为美国的《时代》跟《生活》杂志呢，他们希望能够把故宫文物运到美国去展览，所以1959年达成共识，就由我们两国的元首作为名誉的倡导人，由美国海军军舰在运送古物。国务院呢保证赴美展览的文物享有免扣押外交豁免权。然后呢，赴美的文物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还有芝加哥博物馆以及旧金山的迪奥纪念博物馆，在这地方轮流展出啊。这个是华盛顿。
这是展出的一个样貌。这是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博物馆。所以这一次呢，中国古艺术品赴美展览呢，巡展了253天，吸引了47万的观众。所以在这个大量的观众呢，他们透过了文物展示呢，第一次能够领略感受到中国文化艺术之美，对于日后美国的学术界中国艺术史研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1962年赴美展览文物呢返台，也依照惯例呢就在北沟的陈列室展出10天，让中南部的人士能观赏。所以这个就是回国展览。其实故宫文物每次出国一定有出国预展跟回国展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啊。那么在行政院呢，因为北沟太偏僻了，所以呢，行政院决定在台北外双溪这边来建立新馆，所以一直建到了1965年，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设计图。也就是如果你们来台北的话，看故宫博物院就是当年的一个设计的样子。故宫博物院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它是直属行政院，它不属于文化部，直属行政院，还有管理委员会的一个督导院务。所以第一任的院长就是原来的中央图书馆的馆长蒋复聪来出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首任的院长。这是依据那个图我们看看了，这是1965年的样子啊。新馆建成，那因为要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华民国的贡献，所以呢是在11月12日举行的落成典礼。那这个新馆定名当时叫做中山博物院，并且在我们的大厅有放的国父的铜像，供民众来瞻仰。当时一开，你看这边其实都还没有整得很好，但是呢，就是开馆了，1965年，所以在呃人很多啊，每天6、7千人进来根本不够，所以呢，1966年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扩建，人一直在增加，所以呢，第二次，这是第一次，这是后来第三次、第四次扩建，我们可以看到1982年进行第三次的扩建，加了这个行政大楼。这边是原来是这样子的，第一次扩建就加了东西阁楼，第二次扩建加了这边的图书馆跟这边的总务部门的这是整个第二次扩建，第三次扩建就加了行政大楼。整个的因为行政大楼原来我们的办公室都在这边呢，然后呢全部都移到这边去，所以这边的所有的空间都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展览大楼。那整个的安全的维护系统重新的更新啊。到了第四次展览，那个扩建是因为故宫的图书出版的这些数量越来越多了，而且两岸的文化交流交换的书刊也大量的增加，图书馆已经不够使用了，所以呢又盖了一个，就是扩建盖了故宫的图书馆，就是这一个。这个故宫的图书馆第4期的这个扩建工程呢，是1995年完工的。对，你们各位去，现在就是目前故宫的样貌。不过现在因为还是使用的空间还有限，现在我们在山下啊，就是如果你们开车去，都在山下这边又有一些作为行政的部门，所以这边以后也都到山下去了。所以简单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嘉义南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南院呢，最后还是决定还是在南部，方便南众观众来欣赏啊。所以这个是南院呢，在2015年12月28日开馆。那这边是我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从第一任的蒋福聪院长，一直到的现任的萧宗煌院长啊。那这些其中呢，我是在蒋福聪院长的时候呃，我是1970几年，我研究所毕业就进去了。就一路干到了到了这个秦孝仪院长时候，我就出国到了 Princeton 去念书，公费送出去了。后来再回来呢，就是1990年回来，所以在秦孝仪院长任内回到故宫，后来就离开故宫了。离开故宫之后，最后是在周公信院长2008年，因为后来就是民进党执政，我回不来啊，所以周公新马英九选上之后，周公新当院长，因为他是我老同事嘛，所以我又回到故宫。
所以我从2008年回到故宫，然后2011年因为父母家庭因素我就退休了。那接任的就是我的同学在台大的研究所历史系跟研究所同学冯明珠，他接任的院长接下来就是这些，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可以稍微看看，如果大家来台湾有兴趣，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故宫南院它这个你看占地面积有70公顷啊，非常大，所以它的建筑是在这里，但是这边有很多风光可以去观赏啊，那可以这是我们这个南院的空拍，非常美，虽然它有点偏，但是从高铁嘉义站下还是有接驳车，很方便的，这是。它设计它就是太极阴阳的这种设计啊，再加上水面，所以你进了大门，要过了这个桥啊，就让这个距离感让你能够远观整个的面貌。然后在这里头看的展览，因为展示空间非常大，所以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观赏环境。这是晚上。好，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了，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我们继续做下半场的演讲，谢谢。可以了啊。因为今天是给大家介绍整个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所以文物部分我就不多介绍了。文物只是大家看一个这个大概的，就是我们在故宫收藏，你可以看到数量庞大，目前有将近70万册70万件册。这边我就不细数了这些。当然最有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象牙球啊。黄公望的富春山气图乃至翠玉白菜，这个翠玉白菜是最热门的虽然它是很漂亮，其实可是它的整个的在文物研究价值上没有这么的高，但是因为它的很讨喜，所以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冠军的这个文创商品的冠军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在整个的文物我们怎么去再好好的利用它，就是数位计划，在大陆叫做数字。计划，就是把所有的文物经过了扫描等等的，把它建立了数字档，这样子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2020年就开始了数位典藏计划开始了这么多的计划，最后这些数位资料库呢又做了文创计划，所以这些的成果呢现在都在故宫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也就是透过了数位计划的成果呢，就是把中华文化呢分享给全世界。各个年龄层、各个不同行业的这些观众都可以来看到故宫的文物，欣赏中国的文化跟艺术。我们的这个文物的典藏资料库可以看到，它就是，如果你们可以自己进去看器物、书画、文献等等书画比如说我们都有放大的图，所以让大家看得很方便，而且呢。这几年呢还可以免费下载600万画素的，你看着哪个喜欢，你就可以把它免费下载下来。那器物呢，因为它是整个360度都可以的，整个，所以我们就做了全面的3D 的镭射扫描，而借由这些镭射扫描呢，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器物的全貌。这个是最有名的这个汝窑的温碗，莲花式温碗它所有的角度。这个是河州。那我们呢，为了这个数字库、数位资料库的这个成立之后成果来吸引观众，所以我们选了几件文物：翠玉白菜、象牙球、毛公鼎、转心瓶，还有河州5个做了形象广告。当时捷运站免费帮我们播出那这形象广告我选了2部来给大家看看，很有意思，很有创意，所以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来，大幅度的强化了这个博物馆的影响力。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到故宫找惊喜啊！哈哈，现在稍等没关系，我怕时间不够这个大家在网站上都可以，故宫的官网上都可以找到。就是这个每一个文物呢，我们经过了创意设计，还真的都不行。好，那我想今天很遗憾没办法给大家看，但是呢，这些影片在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就这是转心屏我们的设计就是有一只小猫，然后呢，转心屏它就看着转心屏发呆了，然后做梦梦的进了转心屏里头，这诸如此类，很有意思的一种吸引大家来观赏这个文物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做了这个数位影片的，就是创意家文物数位影片呢，是人机互动的方式，我们用了这个工业图
工业图呢，就是很抱歉，这次的如果有时间，我等一下再回到我那个影片档再给大家看。我们就设计了这些唐朝的这个宫女们呢，这个女子乐队，她们在台湾会是什么样子？她们就是可以因为台湾电子产品发达嘛，所以就是上电脑啊等等。那巴黎呢，就是喝下午茶，这个玩儿。那纽约呢，就是爵士啊，也配了爵士乐啊，这些都是当时的创意跟文物的数位影片结合。在国外啊，尤其在大陆，我们在文创博览会去放映的时候啊，非常受欢迎。这就是放映的情况。我们做了3个这个地点，那就是分别代表台湾、纽约跟这个巴黎。那如果台湾纽约、巴黎，如果你想要看这些美女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你就站在上面，这边会就出现了台湾的或者是巴黎的，这样小孩玩的不亦乐乎，连大人都来排队玩啊。好，另外一个就是艺术文化科技一体化的这个，就是2012年的山水合璧富春山居的一个新媒体艺术展，就是把整个富春山居图，就是另外有一个很大的场地，除了富春山居本人就是真迹，还有很多其他的黄公望相关的那个特展之外，另外一个场地就是来做这个新媒体艺术展，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好评啊。那这个就是用了40台的那个放映机在下面，那这边而且你可以经过喊话，因为富春山居里头有人物嘛，有那个渔夫，这个创作者他把富春山的那个实景拍了之后，慢慢把它要借由这个数位的这个其实就是现在 AI 技术这样子的，就转化变得富春山居这个画的样子。然后在这里呢，就是有飘过很多的这个雨商那里头你都可以互动里头，你也可以对着话里头的人喊说嗨，然后呢人呢就会转过头来给你打招呼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加强这个观众互动的，让他更有兴趣，更能够欣赏这些画，像是乾隆朝也是啊。当然，现在这几年又有新的了，就是越来越这个丰富，越来越多元这些名画、名文物都可以透过了现代的这个数位，能够让观众更体验了那种新的美感。那我们也有一个 APP，故宫的导览 APP，看来也是不行的。没关系，你们可以在 APP 内下载故宫的导览 APP，这个是当时我们做的能够宣传 APP 的一个短片这些其实在故宫官网上都可以看得到，叫做带着故宫走的这个微电影。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这几部影片没有给大家播放，很抱歉，不过幸好在故宫官网上都看得到，所以我们在这个台北故宫的全世哎，大家好，慧良老师可能是因为这个网络的原因，突然掉线了，我们大家稍安勿躁，稍微等一下慧良老师重新回来。那么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佩瑶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彼岸文化马上就要推出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讲座。接下来的这个讲座呢，我们是请到了洛杉矶郡的博物馆的策展人史蒂芬·利特尔 （Stephen Little），他来为我们主持一个线上导览，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洛杉矶郡的艺术博物馆的当前的展览映射无限跨文化的宇宙观。所以，不管您是在洛杉矶的当地居民呢，还是没有来过拉克马的居民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导览，听一听策展人他对于这个策展是有什么样的理解。本次的展览呢，我们也是和卡内基天文台以及格里菲斯天文台的科学家联合创作，汇集了来自于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珍贵的艺术作品。而这一些作品呢，也是通过艺术和建筑来表现人类对于宇宙起源、运行机制和它意义的相关探索。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啊，在2月13号，也就是情人节的前一天，这是一个周四下午的7点钟，来到我们彼岸文化的 Zoom 直播间，来一起聆听 Stephen Little 带给大家的线上导览。好，我们看看慧良老师这边，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也请我们的小伙伴去紧急的联系一下慧良老师，希望他能够马上上线啊！我看到大家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了很多的热烈的讨论，所以呢，大家之后要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之后呢，等慧良老师上线之后，就会开始我们的互动环节。之后也会有一个自由开麦的过程啊，大家如果想要和慧良老师直接对话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这样加入进来。嗯，好的，慧良老师现在马上正在上线啊，我们这个线上直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插曲，但是没问题。好，看到老师应该马上就到。嗯，好的。那么我们在等候慧良老师的介绍当中呢，佩瑶再给大家多多的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一位重磅嘉宾啊。之前因为是想要快快的带着大家进入到本次的讲座，所以呢，可能介绍的就稍微少一点。那么在这里呢，佩瑶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慧良老师呢。他是新出版了一些的图书啊，他本人呢就已经是非常多书的一个剧作者和创作者。那么慧良老师呢是去年刚刚出版了这个简体版的书，叫做《中华文化之美》，繁体版呢叫做《文化的记忆之穿越5000年来体验中华文化的生活之美》。那么这两本新书呢，它也是分为了5个部分。为我们的读者进行介绍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会介绍历代的宫廷的收藏概况，就像大家刚刚听到的一样。第二个呢，他把重点放在了北平故宫博物院，来为大家揭示它背后啊可能不为人知的一些小故事。第三点呢，就是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以及东移。刚刚慧良老师也是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文物为什么会南迁啊？那么西运的这个背后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然后再到最后东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他会给大家再来着重的介绍一下台北故宫博物院，包括它收录的一些相关的历史文物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啊，慧良老师也会向大家来介绍这两本书它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们等慧良老师上线之后，再和大家做更多的深入交流。好，除此之外呢，再跟大家就是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如果大家来过我们彼岸文化在11月举办的年会的话呢，那你应该是有印象，在我们慧兰老师您上线了是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断线了。那我哦，现在没问题，没问题。分享这个，我先把这个操作好，好，好，可以看到哈。哎，可以的，OK，看到了吗？嗯，没问题，好，那我们刚刚呢，这个画面看到没？可以。好，那前面本来我要放几部影片，但是也是连接上有问题，所以呢，这些我想就过去吧，因为这个刚刚已经稍微的解说了一下，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地方。所以在我们现在其实就简称为北京故宫跟台北故宫啊。那么尤其是台北故宫，我们现在又增加一个叫休闲娱乐，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是20世纪。
末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呼吁啊，全世界博物馆除了典藏、研究、展示、教育，4项基础功能之外，一定要加上休闲娱乐，这个也可以让观众能够有更全面的感受跟这个领悟啊。所以我当时在08年2011退休之前，我做了2年多的故宫新韵的剧场，就是用这个故宫的文物连接传统的戏曲，比如说昆曲啊、京戏等等的，像是我们用唐代的工业图就演了昆曲的《长生殿》，非常受到好评。我们做了好多档啊，3个月一档的一个定目剧的播出啊。当然，对于台北故宫来讲呢，就是我们是把典藏文物跟当代最新的科技跟创意结合，让古老的这个历史记忆能够活化，并且呢，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共享博物馆丰富的资源，深入的了解中华民族的艺术与文化。当然，特别要一提呢，今年是故宫博物院的100年了，我们是1925年嘛，今年是2025年，所以故宫博物院这个就是广征民众的这个设计100年的 logo 啊，这个是出来的是台北故宫的100年的设计啊，那这是用的宋徽宗的字啊，然后再加一个这个圆，然后这个圆又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设计啊，所以欢迎大家而且现在也开放了。尤其是大陆的朋友能够来台湾自由行了，可以来台北故宫看一看。我们100年院庆，两岸故宫都会有很精彩的展览也热诚的邀请您来台北故宫跟故宫南院来参观。好，现在很快的跟大家介绍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的这2本书，这个是简体版的北京故宫博物馆出版的，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叫《中华文化之美》，然后它的繁体版呢是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的，叫做《文化的记忆》啊，《中华文化之美》是2024年的1月出版，《文化的记忆》是2024年11月底出版的。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本书呢，它是我以前的一本书的一个重新改写的改版。原来这个书叫做《中国人的生活》，它是在《幼师少年月刊》的一个封底里专栏，所以从1981年一直写到1985年。因为1985年秋天我就到美国 Princeton 去念书去了，所以这个专栏停了之后呢，总共54篇。出版社就说他们想把它集结成册，变成一本书。当时我就请他们全部包办了，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话就没时间搞这个事儿，所以出版社就把这个集结成册，名字由出版社定为叫《中国人的生活》，里头包括了食衣住行娱乐等等啊。那么我当时写这个专栏，就是希望把这个书画文物的文字材料呢。能够让古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呢，就是以比较生动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且是让少年读者能够有一个很鲜活具体的印象。这个是中国人的生活的一个那个样子啊。那么透过这些文字介绍，真的让很多少年朋友发生兴趣。我现在在路上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人，他说：“哎，我念国中、初中或者小学时候，我看过你这本书啊，影响很深等等。”我就很开心啊。所以这本书呢。后来，因为我就虽然在1985年已经合约就是买了之后，我可以自己来出版，一直没有呃去做这个出版的工作。所以那这边我特别要提到一个，就是我在中国人的生活那时候也是因为出国，在写序的时候，我把中间一篇把它截录下来，也跟大家分享啊，是讲孝道的。孝是中国人生活的根本。俗谚百善孝为先，在所有的德性中，孝是最重要的一环。从小师长就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顺是顺从父母的意思，也就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一点做起来不难。孝是善事父母，简单的说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父母，体贴父母。这一点小时候体会不到，因为那时候父母是生活的重心。等到逐渐长大以后，对父母的爱虽然不变，但是分心的事越来越多，还报给父母的关爱可能就不自觉的不够周到了。古人诗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为人子的悲痛与悔恨，实在莫过于此。所以呢，年事稍长之后，对孝道的实践更要尽心尽力。这段文字就是我当时要出国深造写作这个写的时候的心情。
当时因为出去至少3年5年啊，不能够随侍，我父母都年纪都大了，现在两位都已经到天堂去了啊。老爸是102岁，妈妈97岁，所以呢，我当时写这个戏就是要把这个书献给疼爱我的父母。那现在重新读，还是我要把这个2个简体版、繁体版也献给他们啊。最后呢，我引的是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跟当时的读者少年们同盟有人共享。这是我在1985年做的序。那这本书呢，因为很受欢迎啊，1986出版了之后啊，就被教育部指定为这个课外读物，所以到了1998年12年再版了9刷。中间呢，因为香港政府因为看到了中间这一篇"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一篇，就选入他们的中学课本当中。后来呢，1994年，日本的二玄社也把它翻译成日文版，在这儿叫做《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共出了3刷。2010年呢，韩国公州大学把它翻成了韩文版，叫做《观看中国人的生活》，是做中国这个韩国学习文史学生的一个参考书。2012年呢，这本书也被台湾光启社制作成有声书啊，所以没想到这本书一下子纸本的就有3个版本，再加上2020年出的2本，所以现在这个中国人的生活呢，整个增补完毕。那2008年呢，我因为起版之后我就忙啊，就这工作，然后退休后也就是到处演讲旅行，就一直没有再重新出版，一直到了2019年才跟北京故宫出版社达成共识，就把它整个改写成简体版，由他们出版。从2019年开始整理啊。然后呢，因为又遇到了这个新冠，所以呢稍微耽搁。虽然我第2年就这个修订版完稿了，但是呢，新冠的耽搁，本来要2022年春天出版，一直到了2024年才出版啊。那这个2024年出版呢，简体版就叫《中华文化之美》，然后繁体版叫《中文化的记忆：穿越5000年，体验中华生活文化之美》。可以看看我们两岸的对于书名的这个不同的逻辑啊。这是中华文化之美。繁体版文化的记忆，穿越5000年，体验中华生活文化之美。这个全部的书呢，分为十一住行娱乐节庆习俗7篇啊，总共9万多字。那么在重写的时候呢，我把原来这个都是大白话呀，就是直来直往的饮茶年食等等。后来我就把饮茶改成了煮煎点泡饮茶趣，这就是古人这个饮茶的不同的做法啊。那么另外学校改叫新学教化育英才，毛笔就改成苍豪玉管四德全，胡人呢在中国改成胡汉融合开盛世。其中还有莫雨燕这一篇的名字，我就叫做莫玩入燕戏无声，这是用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啊。总之，我全面改每一篇内容都改写，加了很多图版之外，名称我也全部改掉了。这个呢，7言标题呢，一个是统一格式，另外呢，也是让我有一点小小的诗人情怀可以抒发一下。好，那么整个图版呢，总共我用了250张的图版。除了两岸故宫之外呢，还透过了国家文物交流中心啊，就是大陆这边的文物交流中心，他们协助，让我找到了这个我要的图版的13家博物馆呢，跟他们申请。经过好几个月的沟通呢，就终于拿到这250张的这个图版的授权啊。所以这些我就不细说了，总共15家的博物馆都在书里头注明的很详细，也再次的感谢他们。那么现在呢，就看到中国人的生活呢，有中文、日文、韩文，再加上增修版的这个简体版跟繁体版哦，总共5个版本啊。那这5个版本呢，就也是目前呢，中国人的生活已经绝版了，在二手书网上可能还找得到。另外日文跟韩文我没有去追踪，可能还找得到吧。可是这2本新书呢，倒是现在在网站上都可以买得到。我很快的，时间够吗？可以的，慧良老师，我们就稍微加好，速一下。我很快的。
就我把其中一篇跟大家介绍啊，就是杂剧的这一篇，讲到这个杂剧男性郁金昆，因为一般人对京剧啊、昆曲搞不太清楚，我这里头其实就把中国戏剧史的发展做了一些这个介绍。然后呢，这里头一段就是讲的宋代的杂剧叫做酸，也就是酸其实是木，就是这个剧目的名字。剧目名字就是宋代的人呢，就是嘲讽那些迂腐的读书人呢，就把他们的故事就加一个酸字啊。对吧？别离酸呐、眼药酸等等。那这个是在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个图片，就是宋代杂剧的一个画面啊。这个眼药酸里头有两个角色，一个人戴一个高帽子，就很夸张的穿一个儒生，这可能就是改行做江湖郎中、眼科医生的一个失意的儒生，他在兜售他的这个膏药。你看他这挂了这么多的这个幌子，膏药的这个眼膏啊。那这个人呢，就是市井打扮，他穿一身短搭，然后左手执杖放在肩上。那手臂上呢，他还有刺青啊，可以看到啊。然后他用右手指着眼睛，告诉他的病情。他后面还插了一把扇子，写一个“魂”。那这个字就是当时的这个习惯，就是在人物的背后插一个扇子，表明他的角色。那这个很逗趣的，你一看这个打扮，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呢是这个装傻充愣啊，贫嘴嚼舌，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想象说，在舞台上他们两个这个就好像两相声一样，一定很有趣的。那到了元代呢，就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剧作家出现了，因为当时的儒家的这个地位非常低，所以他们就改行做剧本的编写啊，所以这个那剧本就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能够包括社会民情啊、民间疾苦，所以观众就越来越喜爱，那整个的戏曲发展就越来越成熟啊。那像是这个是在山西洪洞县水神庙上面的一个，当时最著名一个叫中都秀剧团啊，这边啊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作场，这个就是这个团长。那这个是最后谢幕的一个画面啊，这个幅画这个壁画现在还在山西洪洞县的水神庙上，我去2次，第一次是在修护看不到，第二次去看到了，所以看到这个很棒的这一幅元代的演戏的一个状况，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装扮其实跟我们现在没有差太多了。还有这个女子掀帘看，这个都很有趣的一个画面。这个就是我在中华文化之美简体版、繁体版头的一篇文章，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到了明清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戏曲，一直到了清代中叶，明朝中叶的时候，昆腔出现了。昆腔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康熙、乾隆的时候都还是昆腔为主，那时候风靡大江南北啊。但是京戏那时候还没出现，京戏一直到了嘉庆啊，就是乾隆晚期的时候，扬州三戏班到了北京，然后呢跟湖北的西皮安徽的二黄调合流了之后，变成了皮黄戏。那慈禧太后特别喜欢，所以呢，这个时候京剧就慢慢形成了。所以昆曲呢一直盛行到了乾隆时期，乾隆以后慢慢京剧就出头盛行了。这个是在北京故收藏的这个京剧的《空城计》的画像。最后还有一篇呢，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个我也是用了古画跟大家讲讲那个中秋节以前人是怎么样子玩儿。这个在书里头就很详细的叙述，我就不讲了。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一篇《月到中秋分外明》是《中华文化之美》这本书的总结啊，最后的一篇，这个是乾隆还没有登基之前，他在过中秋节的一个画面，最后也送给大家，高挂天际的明月照着大地一片宁静清幽，自古而今，同一轮月亮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的传承学习，引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生生不息。这就是我去年出版的这2本书最后一篇的一个结语，也希望我们中华文明也透过了大家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代再传一代，生生不息。那主办单位特别叫我跟大家这个分享，就是如果是简体版《中华文化之美》的话，就是在淘宝跟京东网上面都可以买得到。那如果是对繁体版文化的记忆穿越5000年，体验中华生活文化之美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台湾的博客来网购跟金石堂网购能够买得到。
啊，因为 Amazon 现在好像没有放，就是在这两岸的这几个网上可以买得到。非常感谢，我怕时间不够啊，就是非常急速的把今天的这个分享给大家，也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各位朋友。